比特币暴跌了，现在应该要逃跑，还是要赶紧抄底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来看到呢，现在我依然持有这2张多单，但是我们的利润呢，已经巨额的缩水了。你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现在依然是有接近300万台币的利润，那离我们在巅峰时期呢有500多万，其实已经少了非常非常多了。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呢，我们在另外的仓位啊。Avalanche 还有 Solana 的多单都还在，不过呢，另外一张比特币追多的多单已经不见了，因为这张多单是我们在突破前高的时候，是在4万4500、4万的时候那个地方呢去开仓的。你可以发现那个仓位呢现在已经不见了。那这2张因为它的点位够好呢，我还是有继续拿着的。那张比特币的多单呢，其实为什么要离场呢？因为我们入场的理由啊已经消失了。我们当时入场就是因为突破前高，那现在可以证实它是一个假突破，尤其是庄家借由这个假消息假突破。那张多单呢，我们的出场点呢，我们当时也是开了 4.48 颗，也就是20万美金价值的比特币多单。那么我们出场的价位呢是在44565，也就是我们出场价跟我们的入场价是相同的，所以基本上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亏损。最主要的亏损呢还是来自于太高的资金费率，很夸张的、很疯狂的资金费率，但是这张多单呢，我们是没有损掉的。我们是基本上你可以直接把你的止损呢设在这个位置，那这样就不会造成任何的亏损，就是移动防守止盈了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目前的比特币啊，它进行了一波非常非常猛烈的下跌啊，真的很猛烈哦。这一波有来到11、12个百分点，也就是10%啊，10倍以上的杠杆啊，10倍以上的杠杆全部被清除。除非你是低倍的，不然就是你的点位好，不然你的杠杆呢基本上就会被清掉了。这个也就是庄家要的。我们之前有提到呢，资金费率啊，你可以看到以前是非常夸张的，就是我们已经维持了1个礼拜，甚至到10天，资金费率都高的吓人啊。如果大家有观察的话呢，已经偏离基础费率1/1000非常非常多了。但现在呢，全部恢复正常，这个也是我们在之前呢一直有提到的风险，一直有谈到的。那现在果然。照着这个走势走没问题，只不过呢，我们确实猜不到庄家的心思啊。因为你可以看，我们之前的价位呢，大概在42000美金左右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啊，还有非常多的杠杆准备被清除。那么我们往下呢，你可以看到哦，我们往下其实剩的距离呢，已经不大了，已经剩到可能不到5%，可能3-4%的距离，也就是因为我认为不能破2万啊，破2万它确实是一个极限，如果破2万的话。对于比特币整个盘面呢，真的有可能迎来逆转啊，这是真的有可能啊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距离不够，没有办法把杠杆清除，要怎么办呢？庄家这个时候他利用了一个技巧，就是他利用假消息呢，然后制造了这波拉盘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这里制造的假消息呢，就是ARK 的 ETF 啊要通过了，哦，要通过了，好，等一下哦。要通过的假消息，然后造成这个拉盘啊，你可以去复盘。我们在过往的历史当中呢，如果说啊要制造一个顶部的话，通常是有利多，不管是假的还是真的，通常会有利多，这样才能把比特币的价格顶到一个顶峰啊。那如果我们要见底呢，通常要有一个利空。像我们这一轮熊市，比特币的底部是在什么位置呢？是什么利空呢？就是 FTX 倒闭啊，所以在这里就是 ARK 它申请的 ETF 要通过，结果呢就是没有通过嘛，因为有消息是说会在1月2号到1月3号，这很有可能就是主力放出来的假消息啊。那它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假消息来拉盘之后，然后爆炸，把这一些杠杆全部给清掉。为什么要爆拉之后再涨呢？因为这样的空间才够，这样它才能产生出一定幅度的跌幅啊。这个跌幅有到11、12%，清除场上绝大部分的杠杆绝对是够的。但如果说它没有拉盘，直接从4万2往下砸呢，这3-4%、5%的涨幅是。这3-4%、5%的跌幅是不够的，所以它需要有这么大的轻杠杆的力度。这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是我们如果要敲这个钉子啊，我们如果这个距离不够，这个就没有力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把这个手抬高，对不对？我们把手抬高，然后再打，这样子这个钉子就会钉到木头里面去了。所以你可以发现啊，现在呢，这个杠杆已经被清除之后，对于多头来说绝对是好事啊！你可以看到这个资金费率的表格，你就可以清楚了。那现在我们的仓位呢，也比较不会被扣到什么资金费率，尤其是币本位，币本位它的资金费率又会再比U 本位呢要再更小一点啊，更不夸张一点。那当然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收益很不错，你也想试试看交易的话，非常欢迎你点击
影片下方的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，就会送你$30的现金哦，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。那 Big Get 你只要 KYC 就好，你就可以领取$15的现金，然后你可以直接提币走，没问题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的比赛呢，我们也是位居榜首啊，我们是第1名啊，没错，我们就是第1名啊，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，因为我们之前呢，我们有信心可以拿到第1名啊，我们有信心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也做到了，我们确实是第1名。而且我们要维持到比赛结束，并且呢瓜分到奖金，让奖金打到大家的账户里面，并且我们把它给提币出金，这就是我们要的。那如果你有加入的话，非常恭喜，我们现在就是第1名哦，就是华语的第1名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，我们切到小一点级别吧。你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这里的量能呢非常的强啊，绝对比我们当时上涨的量能呢要来的强很多。这个其实是好事，代表它清的真的是很彻底啊。那我们在4小时这个级别呢，也可以发现到，其实我们这一波的上涨啊，它确实就是由消息面引起的。那我们既然这个消息它消失了，它被证实是假的，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起涨点，这个就非常的合理啊。我们原本就在这个点位的，我们原本就在42000一直到42500的位置，然后有一个假消息之后呢，我们到了46000。那这个假消息证实是假的之后呢，证实是错的，我们再回到原本的价位，技术分析就是这么的美妙。那当然呢，现在美国那边我们刚刚有去看了很多的消息，其实舆论的风向呢，舆论的导向都还是比较看好会通过。但是你说1月10号会不会通过呢？以目前的盘面来看呢，确实不通过的机会就会比较大了啦，对，就会比较大。但是消息呢，总是反映在消息真正发生之前。所以如果说1月10号不会通过，在1月10号之前一定就会开始跌了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态势。那我们可以最终呢还是期待3月15号3月中比特币现货 ETF 会不会过，因为我认为3月15号呢才是决定定生死的关键。那当然1月10号就通过也是非常好了，尤其你可以看那边美国的报道，基本上呢都是绝大多数的舆论呢都是认为比特币 ETF 就是会过，而且是90%的信心啊。好，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，欢迎大家看我们的直播。我们刚刚的直播也有非常多的人观看。那其实我们现在呢，我认为庄家清洗完杠杆之后呢，对于多头来说最好的事情其实就是清完杠杆没问题了，我们可以直接涨了。而且它这里的下跌呢，跟我们之前所说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我们打的距离一定要够深，因为打的距离如果不够深的话，是清不完大部分的杠杆的。大部分的杠杆可能这个5倍5倍的还清不到10倍、20倍这种一定要被清掉。那如果距离不够深的话，这些人是不会下车的，是不会打到止损，是不会被爆仓的。所以打的距离一定要够深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这根针它很长这根针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从最底部到了40700这是很夸张的。我们弹上来弹了5%，5%很多了，5%很多了。对于比特币来说，$2000很多了那么这根针它可以有什么价值呢？它可以把杠杆给清除，而且它又不给你抄底的机会，这就是庄家他所要的。庄家他要的就是这样子，要抄底，要在4万抄底，对不对？没机会，直接拉回来。那其实我认为杠杆清掉了，如果说这个庄家是要拉盘的话，最强势的情况就是杀完之后慢慢的往上走，这就是最好的情况。当然现在其实已经在慢慢往上走了，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可以走到什么地步。那如果说呢，接下来可以这样慢慢往上的话呢，然后甚至直接回到前面，但回到前面是夸张的点但是如果说慢慢回到前面的话，绝对是最好的。现在已经回到43000了。那如果说二探会不会有二探呢？也就是我们会不会从这里盘整之后，然后再往下回到原本的针尖呢？如果说他这么做了的话，如果庄家这么做的话呢，那就表示他要杀的就不是期货了，就不是合约了，那就表示他很有可能要杀的呢其实是现货。但我认为这个是比较不成立的，怎么可能还会回到那个价位给大家好的位置呢？我认为这个是比较不成立的。好，那如果说这个是一个杀杠杆，对不对？那杀完之后，其实我们行情最好的情况就是要直接向上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不错的再重新布局、重新买入的机会了。其实前一阵子呢，上涨之后，有很多朋友都问我们说，什么时候可以入场？什么时候可以入场？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好的入场时机点了。好的入场时机点呢，就是瀑布的时候，就是下跌的时候，还在底部的时候。
那么上涨的时候呢，是我们应该享受我们已经布局的仓位、我们的利润的时候，不应该是那个时候才在布局，那这样的风险就会很大了。那如果是我的话呢，肯定会以比特币为主，以太坊呢，真的就我认为真的要能减少就减少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呢，它已经把前低点给跌破了，它真的是走的非常非常的弱势，以太坊非常非常的弱势。如果你有仔细观察的话，你就可以发现了，上涨的时候比特币一定是带头的，涨最多，以太坊都不太涨；跌的时候呢，以太坊跌得最凶。所以以太坊它真的，如果你做的是以太坊的话，现红是拿以太坊的话，那就非常非常的不利。以太坊它跌了14%，也就是你7倍的杠杆你都要被清除的。好，那还有几个币种，也就是如果我们要抄山寨币的话，一定要抄底强势的山寨币，比如说 SEI。SEI 的话呢，它一直都走得非常好。那当然，我们第一次入场的时候呢，是在它回调之后呢，然后突破前高，这里我们入场了，大概在0.3，那现在也翻倍了。而且今天呢，你可以看到它怎么证明它的强势呢？就是它下跌的时候它直接收针，等于说它几乎不受影响，而且还继续上涨。那它真的非常的强势。像这些币种呢，我们一定要挑强势的去做，因为强者恒强啊，弱者恒弱。以太坊它一直都很弱啊，一直以来都很弱，现在呢也很弱。那 Solana 呢，它一样会是我最看好的山寨币。如果说能有回到80的机会的话，我是会去入场的。如果能回到80，我会入场的。那当然，现在的价位的话，就确实比较还好了。但如果它有好的点位的话，这就是好的机会。那针尖呢，其实也就在86了啊。那如果说你很看好它的话，找一个好的价位入场，其实就没问题了。好，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